到导演，适合做导演，是不是？哎呀，导演的活儿这是不是一般人干的？我这是干导演呐，就能气死了。我的急脾气，我这。我说你导演这个活儿一般人干不了，你就是脾气特别急，性格特别强的人干导演，哎呦我的妈，那气死了啊！所以我是不想再导的，我真正的我是想着说，就是有没有什么剧组啊，缺个那个就是小配角啊，找我可以去试一试。你让我去导啊，包括有人想跟我合作，让我去组一个团队，我太累了。我太累了，就是你能不能就是说让我也体验一把就是演员的辛酸。导演这个活儿真的是太杂了啊，太杂了，就是这内心需要很强大，我觉得。像我们又没有系统的去学，所以很多事情可能会走很多弯路。找一个一模一样的苹果，那是制片的事儿。哎，我家小可爱来了。挺难的，我觉得挺难的，这行业真的是，就不要自己干，然后要去进组干，反正我赚工资就好了，要不然你要自己的东西，你要有个强迫症，我的天呐，疯了啊！这行人疯了。有投资了没有投资啊？喂，你好。有啥投资啊？没有投资啊。吃个外卖吧。演图图那个吗？有没有可能我叫图图？啥外卖？拌饭，叫什么？米村拌饭，你们城市应该也有吧？叫米村拌饭。哎呀！
你是农村的啊，没事儿。农村以后都有钱，以后土地值钱，农村哎非常有钱了就，对吧？啊，在苏州。不可以做发行，我不会做发行啊，发行是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们就是网上自然流量。你说那个发行啊，我倒是有人做啊，有人做，但是我自己不会啊。文雅学可以吗？什么是文雅？文雅的意思是，我跟你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是吧？哎，那我得多做呀！我一顿饭我得吃2小时啊，一个米粒一个米粒吃。吃饭的规矩你应该知道，什么规矩？你在我这提规矩。你家里的规矩就是让你多管闲事吗？吃饱多了，对。找你一起做才好玩，不想跟别人玩。就你现在也没跟我说我能做什么。你跟我说的就是发行啊什么的，我不太懂。我们所有的剧没有用到发行，都是自然的，就是在网上自然的流量啊，没有宣发。
今年我肯定是要拍一部的，但是拍什么？拍什么系列？不知道。有很大的可能是，拍那个新的系列啊。很大的可能是会拍一个主播版的《甄嬛传》，主播版的《甄嬛传》。就是大概有80%的几率会拍这样，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然后最近也在，最近不是失恋了嘛，分手了嘛，然后就开始写歌。专业剧啊，专业剧你不得有那个特效吗？我们没有特效团队。什么盖饭？叫米松拌饭。这个是牛肉拌饭。你也有非常严重的白头发，有时候想想好自卑，好难过。你是不是有点没事儿闲的？白头发让你自卑难过了。那有没有可能你染一下就可以呢？我这应该是江苏。做发型吧，用你的方式，不用投入，我给你提供片儿。这个邹啊，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我不用投入，我当然不用投入，我不可能投入。第二点，我为什么要给你发行呢？你的思维逻辑在哪里？你是要给我钱吗？还是怎么的？还是你想通过我去宣传你的东西？
我不要股份，我只要钱啊。你可以私底下就是给我留言，你看看这个价格是多少。我们在北京。这个叫阅历的啊，亮个灯牌就是有钱人嘛。你有点这个阅历啊，你有点我这次出来就算新闻了。第一是啊，我特别爱吃那个牛油果沙拉，就牛肉果啊和那个和牛啊，就那种轻食的那种沙拉。然后比较爱吃刺身啊。哎呀，我的操！踢凳子上了。你是我哪个老婆？我看看。啊，不认识，不认识。真的分手了？是的呀，真的分手了。
感觉很吵是吧？我开窗户了。我觉得现在他妈直播他妈贼他妈难啊！这又嫌你直播的地方吵了啊，又嫌你没事儿总分手了。这一天我他妈直播，我就天天被别人管，你知道吧？这一天直播这些看出直播的这贼事儿，你知道吗？哎呀，吵也不行。擦的桌子。当年我们分开的时候就说你离不开我，别谈了，跟我回家吧。碧螺春是北京大学啊，碧螺春啊。突然就分开了，好意外。没有什么意外的，有什么意外的？你们的人生太平淡了，可能也有点。等你到30岁的时候，我是近几年，因为我才到30多嘛，然后我在3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真的好多意外。我在30多的时候，我就身边的人可能就有陆续过世的了，突然就过世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再也没有消息了，有的人可能进监狱了，有的人可能突然发财了，这30多岁的时候就真的生活变动好大。很多人何尝不觉得我的人生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的前任们，我的前任们可能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说我会往这方面走啊，也不觉得说我会做这个自媒体啊怎么样。他们有一天会在网上刷到我的时候，他们很意外，然后看到剧里边有关于他的一些故事，也非常的意外。深圳的房子卖的没有，租出去了价格租的很高，就我还挺开心的。就是我本来打算卖掉的然后因为我那个是公寓嘛，不好卖，因为现在就是深圳已经就是取消限购了，但租出去了，租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可观，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着急租出去，别人给的价格我觉得有点低，大概比我预期的低500块钱，结果现在是比预期的要高500块钱。多少钱一个月啊？我那个小公寓，就是你们看的那个那个小茉莉的那个，就是那个王志远的那个房子，50平吧，50平的使用面积，租了9500一个月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要就是我知道就那边可能会租到9200，然后9000，对，但是我租到了9500。年前的时候有人找我，就是中介找我说那个8500租不租？我说不租，太低了。结果这个我是年后肯定能涨到9000，结果涨到了就是我一直在就是在坚持嘛，租到了9500，还蛮开心的，对，蛮开心的。
要卖16%多的税，太贵了啊。我只能这样说，就是你可能不了解，真正的卖公寓的话，我觉得一般都是买的人出，很少卖的人会出这个费用。这个看你怎么谈了，你愿意给人出多少的那个什么都乱七八糟的，谁会出啊？都是买家出好吗？我卖家我为什么会出啊？除非你价格给我特别高，我卖家出这个税，谁会给你出这个税啊？别墅还就是我妈妈在住，手续不好卖，住宅手续好卖，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现在就两个房子，一个公寓，一个别墅嘛。公寓舒服还是住宅舒服？看小区，就是你要是那种高档小区，比如说，我也没去过啊，但是我知道什么，好像成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公寓特别厉害，那个小区哇都是大平层，那你觉得是你一梯6户，2梯6户舒服，还是这种大平层舒服呢？它跟那个公寓和住宅没关系啊，跟你的那个服务啊、地段呐、包括面积有关系啊，对吧？公寓是不是没有燃气？好像老一辈没有，但是好像新一代的住宅，就是别墅，公寓，新一代的公寓陆续的有了。你像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有的啊，就是有的有这个燃气啊。那你像，我觉得可能15年之前的肯定是没有的啊，但这个也不绝对，咱也不了解太多。反正我们公寓是有的。而且就是，之前的公寓都是那种，就是那种商店，就是商用店。那我们这个公寓它又是私人的店，也就是民店啊，民用店，所以它这个跟那个开发商啊，跟这个有关系，就不是绝对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啊。包括我们也可以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公寓也可以就是上学呀之类的，它每个产品它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按照你的想法去定义的话，可能是20年、15年之前啊。现在很多的公寓就跟住宅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大家会对公寓其实是有偏见的，有的公寓它也是70年产权的，所以这个东西咋说呢？但我那个是40年产权，所以我那个公寓买过来其实就不到400万嘛，公寓发生纠纷的多，锦衣卫青龙就是在我直播间里，就真的我就会觉得他永远看不懂我直播在表达什么，他也不听，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东西他也没听，他也没跟上，他就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他不想跟你交流啊。就每次他一发言，我就觉得头疼。我在说一个观点，然后他紧接着他说了另外一个观点，他跟你完全不相同，结果就感觉就是你不跟他没办法交流。就是你就是典型上学的时候，老师在前面讲，你在后边说，
哎，买的哪里的公寓？买了好几年了，买哪里？胖了呀，肯定胖了。我俩都是自说自话呗，老师都不喜欢那种。我跟你不一样，因为这是我的直播，我在表达啊，跟你不一样。我直播我得输出内容啊，能明白不？哎，会延续小茉莉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系列。龙二会在吗？不一定。龙二也不一定。等你回家拍的太好了，这是快10年前的东西了。回头看，就是还好吧。跟我回家是连剧本都没有的东西，那就很随意拍的，就我会觉得很不用心啊。拍剧赚钱吗？问点你该问的啊，不要就啥都问。你妈和你爸还有那方面生活吗？你去问问你妈和你爸，就不要啥都问，有点分寸啊。晚上好。现在和卡爷还有联系吗？我们前2天还在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上周，上周5、上周6吧。谢谢。在拍剧现场吗？你觉得这是拍剧现场吗？
卡卡，我们上次见到就感觉变了好多，就是对他改变很大，就是对他改观很大。我会觉得说，之前我会觉得卡卡可能，不太懂这些所谓的社交之类的。但是上一次见卡卡，他一开始他还是之前的状态，结果他到了现场以后，就是到了吃饭的局上以后，因为他都不太认识嘛，然后他笑了一下，然后紧接着他就进入到那个社恐的那个状态了。就是因为我能捕捉到他的那个变化嘛，我就赶紧说，我说怎么了，社恐了？然后他就害羞了，然后就他在那个饭局里边就表现的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我就觉得他变化蛮大的，然后又那天他陪我陪到3、4点钟，我觉得人都在变化嘛，对，人都在变化，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卡卡就是很好，很好，就给他点赞，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好，还需要你带着才能进入状态。不是啊，我会觉得他本身啊，他是很有亲和力的，但是他可能不太懂社交，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他，对。那他如果说注重这些东西，我觉得他未来的机会会很多很多，不光是在我这边，他可能未来，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你像他亲和力这么强，然后人气也比较高，那后期他为什么没有其他的作品产出？为什么其他的？因为其实北京也好，包括有一些做影视的一些人都会看到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有很多的机遇？那他为什么没有呢？就是我会觉得他可能在实际的与人就是实际的与人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不注意一些东西所以他本来我觉得他机会会非常非常多的。之前他可能注意不到，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只要我去北京，我要跟别人吃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的饭局里边好像都是按照俗话来，就是按照通俗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我的饭局里边好像都是稍微有点能力的，或者说有点地位的人，他们有跟我说过，就是之前在饭局上遇到卡卡，可能对他的评价都可能会，或者社交场合里边对卡卡的评价都不是特别高。然后我一听这个问题吧，你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咱们不是说那个就在说卡卡不好，但是确实是当时有很多人比如说在饭局上见到卡卡，然后卡卡其实就表现的可能不说话呀，然后戴墨镜啊，或者说就是就是可能不太聪明啊，就是大家对他的评价，反正我只要去北京参加一些局，他们都会说我见过你的演员谁他可能就是怎么样的他怎么样，就会跟我说。然后原来就是他可能在一些场合里边他是这么做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挺可惜的。但是我上一次见到卡卡，他不是耍大牌，他完全不是耍大牌，就是因为我上一次跟那个卡卡就是就是不连过线嘛，我觉得卡卡上一次他也没说明白，他骨子里可能会觉得说我不太擅长
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我不太善于跟别人就是很快的融为一伙的那种状态啊。那他可能就是会用冷漠去，或者说用一种假装自然的方式去让别人觉得他没那么紧张。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别人就会觉得，比如说他假装放松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伸一下腿啊，或者说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把袜子脱了呀，可能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就会觉得哦，他怎么这样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可能一直都不懂表达，因为他就是不太善于去社交，所以就别人对他的就是这个印象可能就没有那么像剧里那么好。对对，做个朋友是非常好的。我就说一开始你看我们之间一直的我为什么愿意带着龙二你们能懂不啊？你们能懂吗？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带着龙二？龙二是见过大场面的人，而且龙二就是龙二的自身的那种见解、教养、行为气场，他都是会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卡卡跟他不一样的点是，卡卡是一个比较就是平凡的大男孩的那种状态，然后突然他进入到这个大家的视野里边，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他又是一个比较偏一的个性，或者说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偏直男的个性，可能他更想表达的时候，你看我很 man 或者说我这种场合我表现的就是要像个老手一样，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忽略一些东西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卡卡他没有就是内心上的问题，他的什么耍大牌我觉得不会，他就是完完全全他是害羞，他是恐惧，所以他表达的不精准，让别人误会了这个我觉得反正上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喝酒的时候，我觉得他表现的非常好我觉得会越来越好。我挺意外的。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我跟他说，我说你变了，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对，我就跟他说的。其实因为我这个人很愿意去表达，我说你变了，我说现在的你我越来越喜欢了，这是我的原话，我就跟他说。对，就是其实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除非你做的特别的优秀，你可以不用去社交，你可以不用去面对很多的人际关系，但我觉得这也不存在，因为你就在这个社会里边，你就是要去面对，你就是要跟剧组的人打好关系。就比如说，如果说你总 NG 的话，工作人员会不开心的。比如说你不背台词的话，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拍一场戏，如果说你要是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原因你 NG 了，我们可以重新来我们可以就是说慢慢的来。但如果说你是因为台词没背好台词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或者说最基础的一个问题，你因为这个 NG 了10条以上，你看现场的工作人员对你是什么态度吧？就是不要想象的，就是你不要想象这演员很轻松，演员其实他要跟这个团队去打交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重很多与人相处的那种细节我觉
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个其实就是最好的细节啊，最容易去掌握的细节。然后我们还见到小飞啊，见到那个国瑞就是跟我们那个剪辑师，我们见到啊，每天就聊一聊，然后见面喝酒啊，就逐渐的从那种就是分手的状态里就走出好多。就有一个细节，其实我已经有将近2年时间我没看过下雪了。我有2年的时间我没看过下雪，因为我一直在广东。有一天我那个从北京去济南，从北京去济南，反正就差不多，然后正好那边下大雪。因为我这次其实算是就算是分手了，然后想出来散散心，所以我买的是那种商务座，就是高铁的商务座，就是一个人，就是那个商务座里边可能就几个位置，然后那天还没坐什么人，好像就我自己在那里边，然后我就看着外边下着雪，那一刻我居然有想哭的冲动。就我坐在高铁里边，然后我看着外边飘着那个雪花，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北方的那种，就是北方城市的那种冬天的那种就那种光秃秃的那种场景。然后我又很久没看到下雪了，我也很久没回东北了，就突然就想流眼泪。然后我就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我 get 到，不是我 get， 我不能说 get， 就是我感受到我的情绪的变化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已经有2年的时间没有过这种情绪了。就是我2年的时间，我2年前我爸爸过世了，然后我就是非常悲伤，我就很悲伤嘛，就可能把眼泪哭干了，然后就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太大的情绪了，可能会生气，但是不会落泪，不会就是那种特别敏感的，或者说那种感性的那种状态。然后突然看到雪以后，2年之后看到雪以后，然后我就说，我突然有这种情绪了，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这代表可能我又有新的作品要出现了，我又有，因为很多你看去年小茉莉的时候，我演哭戏我是哭不出来的。你们其实不知道，就是那个角色就是我那个叫李茂那个角色，在得知自己生病之后，他其实是有一段哭戏的，我完全哭不出来。我拍了将近4个小时，一滴眼泪都没流出来。我其实是有点恐慌的，所以那部戏里边，我就一直是边缘角色嘛。没想到这个情绪回来了，我觉得我今年可以就是拍一些，就可能有一些重要的戏份会落在我自己身上了，我觉得我可以完成，太好了，我觉得太好了，因为没有情绪的人生就太，你们可能不能懂，就是我爸爸过世之后，然后所有的就是那一刻好像就是家里所有的重担可能都落在我身上了，
因为我要照顾妈妈，要照顾姐姐，然后我哥哥有可能事业也不太成功，所以我就把所有的那个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所以2年之内我都没有情绪，就是真的，就你好像就是觉得，通俗一点，你是个将军，你不能有儿女私情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把那些敏感的东西就舍弃掉。2年之后，可能我现在可以有了，我觉得我该做的我都做好了，也给妈妈买房子了，然后姐姐也在身边住，一下我就松下来了，我一下我就可以卸掉好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次出来旅行很好，走走看看，然后就见见老朋友，真挺好的。谢谢时光123。时光123是谁呀？希望图图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好啊！我觉得未来，因为你知道这2年的时间，天天都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2年之前我开了2家酒吧，然后我又是完全单打独斗的一个状态，这2家酒吧其实让我焦头烂额，因为我本身我1家酒吧还可以，那2家酒吧其实我就从头开始，我就完全不行，就很累，然后就强迫自己，然后再加上这2年时间，心心念念的都是房贷车贷，都是这些东西，员工的工资就你没有情绪，你每天只是压力很大，然后就会脾气比较暴躁，每天都是说要好好的赚钱，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我想想，我说有个机会出来旅游1个月，虽然说我这1个月其实是为了躲小大夫我这个月其实就是跟大家实话实说，就是小大夫不是买房子，然后他可能贷款需要1个月才能下来，然后因为他还住在家里，然后我觉得只要我在他身边，他也不着急找工作，他也很散漫的一个状态。我说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他，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所以那我就躲出去。我觉得我躲出去，我自己心里就是稍微松快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不在他身边了，他能有那种压迫，有那种紧张感，所以我就跑出来了，我就要1个月之后再回去这1个月我可以去很多城市见很多很多的老朋友，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完全的放松了，然后你们知道就是就是我去北京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很清晰的能感受到自己，就是我去北京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自己。我在广东在惠州的时候，可能我
心里都是别人，可能是小大夫，可能是妈妈，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哥哥，没有自己。我去了北京以后，老朋友见面，或者说有一些粉丝看到我，说的更直白一点，他们围着我转的时候，我能清晰的感受到，好像自己有价值，或者说有值得大家喜欢我的点。在广东没有，在广东，你就是为别人活的。所以我这次出来我是蛮开心的，虽然说我也花了很多钱嘛，就是就因为我们的酒局都会比较贵嘛，对，我酒局都会比较贵，你像我一晚上喝酒大概要喝1万多，你们能想象到吗？就是我晚上，就是我一般喝酒的话，我一晚上会喝5000多，我的酒局可能是5000多，但是我上一次卡卡他们过来的时候花了1万多，就是。但是这个钱我觉得花的非常值，因为那天有好多好多的，就是所谓的有身份的人，或者说有成就的人，比如说某某的经纪人呐，某某团体的成员呐，某某艺术学校的创始人呐，某某酒吧的老板呐，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场合里边所有人都是围着你来，然后都是你的人脉关系，大家凑到一起，原来你拥有这么多有能力的朋友，然后他们又非常认可你，对，就是你跟他们在一起交流啊，你会觉得你自己就是在充电的状态，很有用。鱼？什么鱼？本身就很优秀。其实我有4、5年的时间没有去社交啊，没有去维护这种关系，没有跟大家保持联络，所以呢，我4年后我再回北京，我觉得真好。对，北京是一个你完完全全能感受到自己的一个城市，很好。就人有的时候还是要出去旅游，见见老朋友，聊聊天，静一静，特好，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好。所以说，之前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出来旅游啊之类的，我说我哪有钱呢？那个时候是没有多余的钱，没有亲情，每个月都是生活生存。现在我出来以后，我发现状态好很多了，状态好很多了。朋友能给内在充电，不知道为啥？什么？而且我说一句，就是我这次来北京，也是有很多的情侣都分手了，我身边有好多的情侣的朋友都分手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都反复的去跟我说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觉得太耗着了，内耗。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如果关系不对劲儿，其实就是会比较消耗。我身边的朋友是这样说的，其实跟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然后我就问我会问他们嘛，我会交流，我说那你还相信爱情吗？他说我相信。我说那你以后还会找就是谈恋爱吗？他说会，但起码这2-3年不会了。他们跟我的就是我没有表达我的，我只是问他们，我说那你还遇到合适的还会谈恋爱吗？他说会，但2-3年之内他们不想谈了。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太累了。就是很多人在感情里都是被消耗的，所以他们会很累。就像我，这段感情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也相信爱情，我也会谈恋爱，但是起码我2-3年之内我不会去碰了，因为我想恢复一下。就你消耗的你的那种耐心呐、那种反正我现在能想象的谈恋爱啊，都是特别压抑的。我现在能想象的就是恋爱都是特别压抑的，都是特别压抑的，就是包括我觉得我不会再找同样类型的人了。比如说我跟谁谁谁分手了，我不会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我会找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不会再找小的了，我就不会再找小的，就哪怕我现在看到小孩，我还是就是哎呀，就那种想把它摘下来的感觉，但是不会了。对，你别摘啊！你跟我说，别摘，你不能再碰它了，好不好？不能再碰它了，就那种，是不要碰啊，不要碰，哪怕你再想碰，你都不要碰，对，你不要碰。讲你的24小时，有24小时了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的经济状态不好，就是整个的社会经济也不好，很多人都想找一个喜欢自己的，就是很多人都会想找一个喜欢自己的，然后在这段感情里你能获取多一点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就那种真诚的那种两个人为彼此努力的这种状态几乎不存在就好的感情，我觉得是两个人为彼此去付出，然后让两个人共同把生活变好。但是现在很多人是希望说我自己不是特别好，我想找一个人让我变得很好，他好不好跟我没关系，我需要的是被爱很多人是这样的，所以就这会导致就是很多人在感情里都是被消耗的，对，因为他这个对，就很多人就没办法，我觉得那个对。大都市人特别是在1线城市的小孩子，可能都希望，对，都希望别人能给他一个保护，一个铠甲，但是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喜欢对方，所以他也不会在意别人是怎么样。
这个太常见了，我觉得这种感情关系太常见了。经历一些东西才能明白，不用明白啊，这个都能懂啊，对。我觉得这个都能懂啊，就是每个人都其实都没有安全感，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我觉得我算是跳出来了，我想的是，就是我现阶段我没有太强大的能力，所以你让我一再的去付出什么，我觉得我支撑不了，所以我就说，那我就结束。我想接下来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把精力和钱花在自己身上，去投资一下自己，就是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对，就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就是完全不要。我其实我最近想去那个上个学，可能今年会拍戏，然后去读个语言类的学校，还可能会去考一个什么雅思啊之类的，就觉得说30岁学这些东西也不晚啊，去充实一下自己啊，可能以后有更好的机会，或者说怎么样的，对啊，我就想着说，想去别的地方走一走，去学一学，反正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积蓄去让我做这些事情，出个链接。我最近就在写歌呀，最近就在写歌，有一首歌叫《大夫》，美美上线了，美美上线了，有一首歌叫《大夫》。什么时候出？不知道，不确定。对，顺其自然，就该出的时候就出了。我有好多计划，我今年打算去健身嘛，找一个培训机构啊，然后
找个私教啊，封闭式训练一下啊。就好多好多计划，但你们就说谈恋爱给自己带来什么了？比如说本来你有很多很多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去找一个就是地方去好好健身，你可能会花10万块钱投资在自己身上，让自己身材变得更好，让自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但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你怎么可能不管对象，然后把10万块钱就这么水灵灵的花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你想出国去旅行啊，可能你有5万块钱，你想出国去旅游，你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好一点的国家，你享受一下，拥抱一下大自然。然后2个人可能不是10万，2个人可能是20万，因为一个人的开销5万够了，2个人可能你可能不能吃简餐了，对，你可能不能住便宜的了，你可能要住一个高级一点的地方，你要有氛围感，你要去打卡一些高级的餐厅，可能这个钱支出就花的很多了。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语言类的学校，你可能要投资自己10万块钱，但是你谈恋爱了之后，难道你一个人去读吗？你对象你就不管他，然后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你对象你就不管他。所以就恋爱真的，我说的你们能懂吗？找个女人，找个女人，我首先我没有这样的需求。第二点，我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这种话就不是我。可能你需要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我不需要。我的精神世界是非常的饱满的，我的生活里边已经是不需要搭伙过日子这件事情啊，我完完全可以找个保姆来照顾我，我为什么要搭伙过日子，欺骗着别人，然后还得负着责任？你这种思维其实有点危险，可能你是一个已婚的同性恋啊，但我奉劝啊，就是大家能不要去走这条路就不要去走，当然你没得选无所谓，但你有的选的话，你不要就是明明你没有必要走这个就是这个弯路，你为什么要非得去走一遭呢？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完全没有。是这个行为，我觉得可能是错误的一条路如果说你错了，还好，那你不能说我去这个边缘去来回试探，你既然能避免就避免了嘛，对吧？因为你家里也有妈妈，也有姐姐，也有妹妹，也有姑姑，你们就幻想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家人身上，什么感觉？
你能心平气和的说那就是你的命吗？不太可能。出差吗？我不出差。出什么差呢？我去那个洗衣房